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白问"，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。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。下期就让你上电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"白问"，我是王炯。这一周呢又搜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，这个"白问"呢跟大家集中汇总一下。我发现呢，就是最近啊，我们这个问题的量呢有一点减少，还有就是后台的这个私信呢也是比较少啊。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我经常不回复大家啊，在这儿再跟大家说句抱歉，因为各个平台的留言啊还有私信呢确实比较多，也是之所以为了开这个"白问"视频的原因之一吧。如果你发了好几条私信啊，或者说提问啊都没有回，注意来看一下"白问"，没准你就上电视了，是吧 ？OK， 正式开始之前呢，还是先说一下我们测评的这个进度啊。做完了这个 Note 8的详细测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安卓的顶级机皇啊。下面的视频呢，应该是还有一期这个荣耀的7X啊，就是1000元的全面屏的第一台手机，还有就是华为的 Mate 10了。华为的 Mate 10做完了之后呢，相对这个测评的视频就比较少了，我们可能会推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就是 iPhone 8 Plus mini 的视频我们已经出了啊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翻看一下。OK， 干货多，屁话少，看看这一周大家都有什么问题。白问马上开始。OK， 来看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微信公众号"白问"的小伙伴Samo，对吧？小白，关注你好久了，想问个问题是关于小米 Mix 2的这个，为啥官网上没有货，淘宝上还要降价卖呢？这个淘宝上买的信得过吗？会不会被坑？跪求解答，可怜可怜。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在这个测评视频里面跟大家聊过啊，好多手机呢都是在淘宝上的你能买到，但是在自己的官网的都没有。这个其实就是厂商的配货渠道不一样了。确实之前这个1加的手机呢也有过这种情况，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普遍存在。这个淘宝上呢，其实它有2个价格，有的时候你一搜索呢，它可能是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，但是你点进去选好了配置之后，这个价格呢又变了，这个就跟淘宝的这个定价排名呢是有关系的。有的商家呢，为了让自己搜索排名的时候往前提一点，他故意把价格调的比较低，是某一个版本啊，但其实呢，你主要买的那个版本，比如说64G 啊，这个入门版本啊是3299，你点完了之后，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OK，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微信公众号小伙伴云天，小白，你的视频每期都看，不乐观真体验。我的普通话有那么差吗？不客观真体验，咱们测评的 slogan 啊，不乐观真体验。还说的对，我想问一下，谷歌手机在中国能使用吗？还有就是麒麟970的芯片和Magic Leap这2种人工智能怎么看？求上电视。你应该说的就是谷歌框架啊，谷歌这个比如说 Pixel 的这台手机还是在国内可以用的，但是它最核心的部分，比如说谷歌的这个3件套那个搜索啊，这些功能啊都是不可以使用的。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手机装上这个 VPN 之后呢，再装一个谷歌的框架，就是原厂谷歌的手机呢就可以用了啊，而且这个普通的手机呢自己改一下也可以用，但是这个成本啊，操作成本是比较高的。还有就是970芯片，还有你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啊，尤其是970芯片这一次非常强调的这个 NPU， 也就是 Mate 10发布的时候强调的这个。可能是以后厂商发布的一个标配吧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呢还是一个比较噱头的阶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现在大部分强调这个人工智能呢，都是手机自己的这个机械学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啊，比如说可能它能学习你的声音，学习你的习惯，这个其实之前呢也都有，但是呢，加上 NPU 专门的芯片之后，学习能力可能大幅提升。但是大家印象中的这个 NPU 呢，可能更多的是大量的第三方软件的支持啊，这个可能就需要第三方软件相互打通了。这个不光考验这个 NPU 的处理能力，更考验的是厂商对于第三方合作的这个渠道的整合能力吧。大家可以不用太 care 这个，因为你买到手之后，在初级阶段可能跟你之前的手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OK，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啊，赵爱国0829，估计你生日是0829吧？这个小白，你的 Note 8侧边有光条吗？我是第一次用 Note 系列，看贴吧说好多人都有，有哥们解说是折射，这到底是什么现象呢？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啊？首先你说的这个光条啊，我这台手机上呢是基本没有的啊。如果要是有的话呢，应该是类似于努比亚 Z17那个彩虹边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侧边呢是把它做曲面，或者说弧度做得非常大的话，会非常容易在这个边角的地方呢形成折射。但是我这台呢，我看了一下啊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，你买的时候可以多注意一下。
OK，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笋干爆炸的北边的喇嘛。小白求问我的8P为什么系统有些地方会掉帧呢？比如解锁的时候偶尔，还有就是 QQ 选择图片的时候直接卡倒是玩游戏的时候很流畅，崩坏3最高画质6帧也流畅。这个 B 站1080P 视频也模糊，应该清楚吧？看自己录的视频呢很清晰，是测评或是假的吗？安兔兔显示是真的21万加的跑分。首先这个假的没太可能啊，现在是没有多少手机可以真的做的跟这个 iPhone 一样啊。你说的这个卡顿情况啊，应该是第三方的软件对 iOS 11的适配问题，可能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 bug 啊，一些卡顿。因为我用8P 的时候，初期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，可能后边软件更新了之后呢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是涉及到软件更新的问题，还有就是系统更新的问题。如果你要是总是及时追着更新的话呢，总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的，尝鲜就要付出代价嘛。之前咱们白问每天6点的一个小视频里边呢，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软件更新和系统更新的问题，你可以去白问的公众号之前翻看一下啊。OK， 下一个问题来自咱们微信公众号白问小白，麦王6和荣耀7叉本人学生党2000元以下有什么推荐的？求上电视。在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，这个7叉呢是正好在路上啊，我还没有拿到手里边。我购买的呢是1299块钱的1000元全面屏最值当的那个版本啊，因为1600和1999对于659那个处理器呢就相对来说不太值了。说实话呢，麦芒这个系列的手机呢，我一直是都没有怎么体验过，荣耀系列反而是关注比较多了啊。这个7叉呢，只推荐1299。这个1000元全屏的这个版本，因为荣耀7叉这个系列呢，无非也就是卖一下18:9这个所谓的这个全面屏的这么一个噱头吧，因为处理器上它确实没有什么太大优势，和 P20和625呢处在同一水平，如果硬说的话，估计性能呢还不如它们。这个后期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验视频。OK， 下一个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问的小伙伴 L 这个问题呢是上一期我的一个错误啊，这个我说是都支持的，他说这个港版的 iPhone 呢不支持电信卡，是我记错了啊，跟大家说一句 sorry。港版这次 iPhone 的10和8呢也都是不支持这个电信卡的，电信用户一定要注意一下。OK， 下一个小伙伴依旧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问 Here VR 小白，为什么现在电脑内存条和显卡涨价这么厉害？前几天看的8G 内存条500多，现在已经涨到600多，甚至700多了，求解答，求上电视，谢谢。内存条呢已经涨价很长时间了啊，因为这个我也不是业内人士啊，但是这个大家比较认同的原因呢，一共有2个。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原料 DRAM 内存颗粒的涨价。这个你可以自行百度一下，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后台回复 DRAM，给你做一个科普，其实就是内存条这个原材料它涨价了之后，那肯定啊，这个整个供应链啊，还有就是整个最后的成品呢都会要涨价，还有就是人工嘛，这个大家从手机上也都能看得出来，这个手机的供货呢，其实也反倒逼内存涨价了，因为手机现在对内存的要求呢都是比较大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有一点阴谋论啊，可能不是真的啊，就是这个三星呢在 Note 7那次事件之后呢，是赔了50多亿美金。三星在内存这个领域呢，一直都是个巨头，手机的大部分内存啊，包括苹果啊，大多都用的是三星的内存。这个领域呢有3大巨头，三星、美光、SK 的海力士。三星呢基本上要占据了1半的市场地位，所以说有阴谋论就认为是三星在 Note 7那次事件之后赔钱了，要从这个内存上呢把钱给挣回来，所以说三星就先带头涨了价格啊。当然这个可能只是一部分原因。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张一明白 M 小白，打算年底购买小米6是否还合适呢？现在全面屏是大势所趋，18:9的屏幕现在是买手机的重点考虑因素吗？这个其实都是看你自己吧。米6到年底购买的话呢，其实也还行，价格上呢估计还有一些跌啊，价格上呢估计还有一些优惠，还是等明年的米7。你要是无所谓，你还可以等后年的米8呢，是吧？关注你很久了，从 Kindle 那个时候就开始看你的视频，求上电视。Kindle 确实是这个让很多小伙伴认识咱们小白测评的一个视频啊，感谢关注这么长时间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问的小伙伴米开朗奇罗，小白想入手一个3000到4000左右拍照好的手机，经常户外拍摄，自己也有稳定器，这点钱买个相机也买不到什么好的，所以说想买手机代替一下，小白有什么推荐吗？求拍卖。之前呢我们出过一期上半年旗舰的相机大测评，就是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这些国产的安卓的走量旗舰，3000元到4000元这个价位呢，其实可以买到非常不错的，比如说 P10，比如说1+5，这个是
在拍照中呢，国产今年表现非常不错的2台，你可以都参考一下。我个人呢可能更稍微倾向 P10一点，毕竟有徕卡加持嘛，这个颜色感呢可能更好一些。OK， 下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小伙伴 M， 这个头像是个名吗？你好，小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想问一下 AirPods 适合运动的时候戴吗？网上说有防水功能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这个在发布的时候也没有说有什么防水功能啊，但是不知道它的防汗腐蚀性怎么样。如果要是防水的话，那防汗肯定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这个应该是不防水的啊。能不能根据你的使用情况简单说一下呢？防汗的话呢，其实在很早的一期运动耳机那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有这个耳机上的海绵套，这个戴上之后呢，这个防汗的效果呢非常好。出一些汗的话呢，都会被这个海绵给吸附上，不会感觉这个耳机特别滑，从而掉出来。海绵套呢非常便宜啊，如果你稍微用旧了就可以扔掉，这个10块钱包邮可以买一大包，可以经常替换，而且也可以多少起到一些固定的作用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因为我这个耳朵可能比较大，是吧？如果不戴这个套的话，就经常掉。OK，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孙汝豪 NILL， 这个小白你好，想问一下，7P 的摄像头位置轻巧里边有声响，像是松动的声响，是正常的吗？和光学防抖有关吗？这个和光学防抖肯定是没关系啊。如果要是真有响动的话呢，应该是你摔的时候在里边可能哪这个摔松了，建议去检查一下吧。OK， 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 B 站的这个黑晚安99，小白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在爱思助手安装的阻止系统更新的描述文件有什么坏处吗？阻止系统更新的描述文件，这个应该是在 iPhone 上的是吧？加这个呢，无非也就是不提醒了呗。然后比如说你想用 iOS 10就一直用，而且适应一些老的手机，并没有什么坏处啊。比如说你自己又想升级了，你就把它下载掉就可以了。这个描述文件啊，在苹果这边是都可以秒删除的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问的小伙伴普通独身青年，小白你好，非常感谢你做了这么实用高效又幽默的一个公众号，赶紧关注白问。这个长知识并且乐在其中。我是一名重度的单车旅行兼摄影爱好者，最近想入手一台 MacBook Pro， 主要用来修图并处理一些视频和原摄影啊，主要考虑便携性和资金。入手13寸港版，但又10分担心显卡不行和屏幕太小，能否帮我分析一下两种尺寸，并做一个推荐配置呢？我承认我有选择恐惧症。哦，对了，把 MacBook Pro 放在单车的包包里不会被震碎吗？震不震碎要完全取决于你震的这个程度，是吧？这个加一个内胆包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呢，我比较推荐的就是13寸 Pro 的港版不带把儿。它的价格方面呢，如果现在买国行的话呢，可能也就1万出头；如果要是入手港版的话呢，可能9000多就可以拿下了，这个是比较实用的。如果只是处理一些旅行视频或者延时摄影的话，这个显卡是完全够用的。屏幕呢，我觉得13寸平时使用也比较好的。如果15寸的话，你背着就太重了嘛。OK， 最后一个，这不是个问题啊，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有理想的黑白灰，白哥觉得你特别不容易，因为现在像你这么认真评测手机的不多了。哇，选这个问题太自夸了，没几个了。看你一直很认真的做视频，粉丝还这么少，好可怜啊！说的甚至不如那些天天微博吹牛逼就知道抽奖的 KOL 粉丝多。希望你的工作室能越来越好。记得我关注你还是从优酷视频上看到的，那时候你粉丝才1万多。好在咱们现在有10几万了，对吧？希望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多，努力的人会越来越幸运的。随便写写，表达不怎么样，加油！感谢啊，非常非常感动。虽然咱们可能涨粉比较慢了，但是这个咱们的小伙伴们还都是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视频，这个都比较好，因为持续有人关注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这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希望更多的能解答大家的这个问题。OK， 一个比较感人的私信结束啊。好了，这一期的白问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活动呢还是非常简单啊，老规矩，在咱们白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“干货多，屁话少”这6个字就可以了。上期的重点观众呢就在这儿，这一期的奖品呢，我们还是一个小米的蓝牙音箱，赶紧这个回复“干货多，屁话少”就可以了。有问题可以在白问后台提问题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每晚6点更新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。好了，干货多，屁话少，白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心酸啊，这么一直认真的做视频，粉丝还这么少。其实我觉得咱们粉丝还可以啊，还算挺多的吧。再多也不嫌多，赶紧快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还有我们的微博。